Hello，大家好，我係 Coach，今集為大家介紹一個好有影響力又頗為微妙嘅題目，就係大學排名是否可靠。Coach 成日都有參考大學排名㗎，但係鑑於普羅大眾有太多嘅誤解同埋誤用，實在係忍唔住需要詳細咁分析一下，作出一個較為完整嘅解說，等大家有個多面化嘅認識。例如加拿大唯一嘅國內大學排名榜，屢次被眾多不學無術嘅 YouTuber冠為權威性，忽略咗排名背後嘅機構其實係一本冇公信力嘅雜誌，所以受到26所具規模嘅加拿大大學長期杯葛並且公開譴責。若果依然無知咁向海外嘅學生同埋家長吹捧呢啲缺乏公信力嘅排名機構啊，確實係等同於發放假新聞嘅啫。喺呢集嘅後面 Coach 會提出證據以正視聽。今集就由 Coach 為你哋破解迷思，介紹點樣去正確使用大學嘅排名榜。可能你會覺得咧，大學排名榜提供一啲國際嘅參考資料冇咩問題啊。問題就係佢哋嚟自邊度啦？背後嘅機構有冇公信力？排名準則係乜嘢？由邊個嚟設定呢？又有咩方法嚟到收集數據？排名真正對學生係咪適切呢？邊個最關心排名？同埋排名有冇實際意義啦？首先要知道排名榜係從何而嚟嘅，通常係來自雜誌、報紙、網站，但係一概都係冇任何嘅問責制度，可以話係真正嘅信不信由你。有3個國際排名榜咧係最廣泛被使用嘅，就係 Times Higher Education。Times 高等教育係由英國嘅高等教育雜誌出版嘅，由 Thomson Reuters 湯森路透一間總部位於加拿大嘅跨國傳媒集團提供數據指標嘅。第二個咧就係叫做 QS Quacquarelli Symonds， 就係 QS 世界大學排名啦，由英國高等教育招募公司出版嘅，即係一啲大學嘅中介公司。第三個咧就係 ARWU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簡稱咧係上海排名。2003年至09年咧由上海交通大學發布嘅。2009年開始由上海遠科教育信息諮詢有限公司簡稱遠科出版嘅。Coach 亦都會常常參考咧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呢個就係美國新聞同埋世界報導嘅 Best Global University Ranking， 係世界全球最佳大學排名，亦都係由 Thomson Reuters 湯森路透提供數據指標嘅。因為佢有詳盡嘅分科嘅排名同埋較側重於學生實用嘅資訊，所以我成日都會用㗎。建議大家咧亦都可以參考 ARTU， 呢個係由澳洲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啦，就係悉尼嘅新南威爾士大學嘅一個頂尖大學綜合排名，因為佢係撮合咗3個最重要嘅排名榜，即係頭先所提過嘅 Times Higher Education、QS 同埋呢個上海排名咧，嚟擺埋一齊，一目了然咁去對比資料嘅。咁究竟排名榜係量度啲乜嘢呢？係有2大類嘅。第一類咧係來自一啲客觀嘅指標，即係話可以量化嘅特徵。大部分咧都係計算發表嘅學術文獻數量啊、影響力等等。第二類係來自調查一啲回覆嘅主觀意見問卷嘅，以大學聲望意見為主。咁我哋睇下排名榜係包括一啲咩嘅範疇。第一方面咧係研究指標，呢個係最關乎學術嘅質與量，係大學最注重嘅一環啦。評估包括研究資助同埋獎項、國際合作、企業聯繫同埋獎勵嘅措施、創新同埋專利權、期刊引用同埋影響力嘅係數。第二方面係聲譽嘅指標，來自學者同埋管理人員、僱主甚至係高中嘅學校輔導員嘅一啲聲譽調查。近年咧亦都加入咗網絡嘅存在感，係關乎學術嘅內容啦、曝光率啦同埋大學喺網上面嘅影響力嘅，亦都會有時提到咧。著名嘅校友同埋重要嘅學者，甚至有大學咧提到咧佢哋嘅創立嘅企業啊，例如2021年2月有報道咧，指多倫多大學嘅校友創立咗個企業，係佔咗加拿大全國嘅25% 嘅 GDP。第三方面係關乎學生嘅指標，係班級嘅規模啦、師生比例、流失率、保留率、國際學生同本地學生嘅比例、入學成績、取錄率、畢業率、學校生活質量同埋校園安全指標、滿意度同埋一啲離校嘅畢業調查。第三方面係財務指標，大學營運嘅總資金同埋捐贈收入嘅規模，
每個學生嘅平均支出、為學生提供嘅獎學金同埋經濟援助金額、校友捐贈率、教職員嘅薪金、獲終身僱用即係 tenure 嘅教授比例，同埋全職人員嘅比例嘅 FTE full-time equivalent、圖書館收藏量、每年購書嘅支出，同埋咧數據中心嘅儲存量。大學排名嘅優點咧係有最大嘅作用，係可以作為評估入學申請資格同埋預測自己嘅取錄機會，嚟用作規劃同埋制定入學申請程序同埋策略，亦都有助於發掘新嘅選擇。尤其國際學生對於海外嘅大學認識並不係太深入㗎，咁可以使用個數據進行更實質嘅比較啦。亦都可以用作確認同埋澄清事實，做出明智嘅選擇，避免道聽途說或者係被宣傳去誤導。亦都可以了解陌生大學嘅優勢，同埋用作匹配學生個人嘅需要。咁大學排名嘅缺點有係因為一啲評價嘅標準呢，其實對學習同埋求學生活係冇直接影響嘅，尤其是對本科生 undergraduate， 例如教授發表嘅學術期刊數量啊，對於教學嘅質素並沒有直接嘅影響同埋關係，咁所以其實本科生呢亦都睇唔明白啲學術期刊嘅內容㗎。咁所以咧，適合個人需要嘅排名嘅順序咧更加重要，所以往往需要從一個總排名再細緻規劃出個人篩選嘅排名。由於排名榜主辦嘅機構操守係缺乏任何監管，數據嘅有效性同埋可靠性經常受到質疑嘅，當中亦都可能涉及商業嘅動機高於學術理由，因為係完全冇第三方機構嚟到制衡係咪廉潔或者係謹慎嘅。咁所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咧就明確咁批評佢哋，反問排名係咪弊多於利呢？亦都指出，無論對或錯，大學嘅排名榜都被視為衡量質量嘅標準，因此世界上各地嘅大學之間造成咗激烈嘅競爭。喺呢一集嘅開始時候 Coach 提及加拿大國內唯一嘅大學排名榜，喺呢同大家解釋下呢個醜聞嘅來龍去脈。Maclean's Magazine 係一本質素平庸、冇咩新聞價值嘅消閒時事雜誌。喺2006年初咧，加拿大有3所大學，就係 U of Calgary、U of Toronto 同埋 McMaster University。佢哋質疑呢本雜誌係咪有能力去進行嚴謹嘅調查，並且為學生同埋家長提供準確同埋有用嘅信息。接住落嚟咧，有26所加拿大嘅大學拒絕向 Maclean's 提供佢哋自己大學嘅資訊。咁 Maclean's 竟然好無賴咁話太遲啦，因為你哋自己將大學嘅資料咧都刊登咗喺你哋自己嘅網頁嗰度。咁如果我揾唔到嘅話咧，冇刊登嗰啲資訊咧，我咪用翻舊年用過嗰啲記錄嚟翻炒咯。咁於是11所嘅加拿大大學咧就發表聯合聲明，指出 Maclean's 嘅排名係過於簡單同埋武斷，並且批評佢嘅聲譽調查回覆率係過低，影響參考價值。U of Alberta 嘅校長更加撰文喺2007年4月2號喺一本 Inside Higher Education 上面發表一篇文章，叫做 Rising Up Against Rankings， 係針對 Maclean's Magazine 嘅。其實 Maclean's Magazine 咧曾經針對加拿大嘅伊斯蘭教徒喺2005至08年，喺2010年咧係針對法裔加拿大人。亦都係另外一篇呢2010年嘅咧係針對亞裔人嘅，咁係被投訴故意挑起人權同埋種族方面嘅分歧同埋矛盾。換言之，即係話喺新聞價值同埋道德標準兩方面係同樣劣跡斑斑。試問何來稱得上係一本權威性雜誌呢？所以提醒大家必須小心篩選網上氾濫着不學無術嘅資訊。一啲令人不安嘅真相就係，據說排名榜如果上升一位，會直接影響申請量增加咗0.9% 嘅。所以好多大學被懷疑涉及故意主動邀請一啲根本唔符合資格嘅申請人去報讀，以提高選擇率嘅 selectivity rate。因為取錄率越低咧，學校嘅排名會越高。Coach 間中都發現有啲大學喺毫無改革嘅跡象下咧，排名不明原因咁樣躍升咗，令人懷疑係咪有內情。大家可以參考下 ARTU 嘅比較，因為佢將3個嘅排名榜咧擺埋一齊啊嘛。咁有啲大學特別喺 QS 嘅排名榜咧，往往得分咧係拋離另外2個排名榜，即係 Times Higher Education 同埋 ARWU 呢個上海排名㗎。亦都有報導指咧，若果擁有與排名機構嘅商業合約，呢個係通常係指向 QS 嘅，就可能會提升大學嘅排名㗎。
咁當某一啲指標嘅項目，亦都未必係計翻去人均嘅數值嘅時候，只係計算嗰個總值呢，較大型嘅學校呢會有優勢，較小學生、小型人口嘅大學呢就會係好唔準確啦，得分。一啲令人唔安樂嘅真相。由於期刊同埋學術出版嘅刊物咧，都係以英語嘅機構佔主導啊，所以好多歐洲嘅大學，例如法國同埋德國，喺學術期刊嘅出版數量咧係難免受到影響㗎。另外一方面，科學嘅研究學術期刊數量係遠超過文學同埋人文科學嘅期刊㗎。一般科學嘅學術文獻呢，亦都係較為短，於是佢哋嘅產量係較為高㗎。所以單憑粗略嘅發表量同埋引用量，未能夠真實反映學術價值同埋影響力嘅。QS 呢啲排名嘅機構咧，亦都好多時候同時提供大學排名診斷諮詢服務，向大學銷售諮詢、認證同埋數據產品，甚至係喺佢哋嘅網站嗰度賣廣告㗎。咁難免令人擔心利益衝突同埋一啲道德嘅問題啦。究竟應該點樣用排行榜呢？其實排名榜咧，往往只係對精英大學有用㗎，學術水平較平庸嘅學院咧係無關，因為大部分嘅排名咧係止於頭嗰1000所大學㗎。喺任何排名榜中咧，如果係確切嘅排名咧，係冇乜意義嘅。例如排名16同19咧之間係冇分別嘅。咁使用排名榜嚟查找以前未知過嘅信息嘅數據咧，呢個係最有價值嘅。嚟到查看特定嘅學院或者主修嘅排名咧，因為呢個係好有用㗎，佢哋通常係有益於該大學嘅整體排名嘅，呢個值得注意嘅。我哋應該考慮更注重客觀嘅指標，高過呢啲主觀意見調查嘅結果。對於本科生 undergrad 而言咧，排名可能有助於確定申請人是否合資格㗎。對於研究生就係大學研究嘅成果指標同埋行業嘅聲譽啊，對於佢哋嘅職業發展係極為重要嘅。咁排名亦都反映咗社會人士甚至國際間對於個別大學嘅主觀看法，或對畢業生嘅前途咧會有好重要嘅影響嘅。咁你可能會懷疑，究竟邊個對於排名榜咧係最介懷嘅呢？呢個就係大學本身啦，所以佢哋都會想盡辦法去提升自己嘅排名位置，各出奇謀，有時或者會不擇手段。所以最明智嘅學生應該係堅定咁樣去揾到個人化嘅選擇條件，而係只係利用排行榜嘅資訊作為輔助參考。希望你喜歡今集，請你訂閱 Coach EDU，俾 like 留言分享俾朋友，多謝支持。